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叔中中文，文怎么越来越整齐了？见哎，鬼了！今天有点反没有常，我茶们很整叔很慢，我齐耶。觉得今好，天今天我们又有重磅嘉宾过来，对不对，对？这让我们个欢迎欢迎谁呀？我们的重磅嘉宾玲玲老林林师。老玲玲，师。你俩都不介绍玲玲老师的名字了，停顿了好久。对，我都哎，玲玲老师，你叫赵玲玲对不对？对，嗯，啊，赵玲玲，对，赵玲玲，玲玲百家老师，这个第一，林字很难写。我突然冒对出对了好多对对，问题在我的啊脑海中。不过啊，呢，在问问题之前，我觉得嗯，各位听众想要先认识一下玲玲老师。玲玲老师对对，可不可以简嗯，短的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叫赵玲玲，来自中国安徽，现在呢住在德国，德然后教国哪儿？德国哪儿？中文，德国的波登湖地区，我哦。这不知道是有一个 Ravensburg 拼啊图和做小朋友玩具比较有名的。哦，做拼图啊跟小孩子玩具有名的一个城对，市，我在靠近瑞对士，对不对？靠近，它是属于四国交界处，靠近奥哦，地利、瑞士，然后列支敦士敦加德对国四国对，交接的地方。那风景应该很美吧？因为查出上集和我们嗯，聊这个德国的时候，说到德国风景很漂亮。很漂亮。对，对，看了，我嗯看了，啊，你看，然后哦，对，是很漂亮，非常好嗯看林林老师啊，在德国生活多久了？啊！哎呀，我这个没有算，德国生活14年了，不十四小心透露的年了。年纪了。对，哎哎，我好有一个问快题想了解一10年，下，就是这个嗯安徽那，就是你生活那一部分，它算北方还是嗯。算南方？在当然它中国的话，是在是了。长江嗯以北刚一过江，但是我们以嗯淮河那边算的话，就嗯，啊，是算你是南算是方南部，对哦，淮河华南，没到，长江以北啊那一块。对，但我听你对。没什么嗯，口音，就是对，哦，是吗？谢对 谢，中文老师特别注意中文一点，老师特别会对修正自己的口音，我觉得对对会。对，对对会特别留意一下，对，对对我和茶叔很知道这个事情，对对对，我们很努力的改正我们很累的口音。嘞，超累的。嗯，是的，是的，这个玲玲老师，像这嗯个我们比较好奇哦，就是您在安徽住嘛，嗯那又到德国生活，这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子？因为对。我觉得有很多中国人哦，就是到了一段时间，他到国外去住了，这中间都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还有历程。你的故事是怎对，么？是嗯怎么开始的德国的怎么到生活？德国去？你怎么定怎么不居的？去？怎么嗯，不去别的国家，去了德国？到底是啊。怎么了？嗯，对，其实我是在国内是学英语教育的，我大学里面哦，学英语教嗯育，嗯对，然后但是毕业以后我就没有当老师，我去宁嗯波，然嗯后选了一个不是老师的职业，嗯，这然后很好。是什么职业？市场和销售，嗯，后市场销期做的市场和售的销售，相关对，工作，对。哦然后但是做了一段时间，我也回了我们的，因为公司有总部，嗯总部在上海，在中国的总部在上海，，OK，在欧洲的总部在西班牙，笨叔的嗯背书那笨叔的，个，对，对对，我有看你到这边旅游，去这个西班牙的海岛、加那对，利群那个是岛那边。我后来现在的公司了，就嗯是最哦，早的公司，它啊，并不是我没有来过，没有因为公司的原因来西班牙。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好像没有上升的空间。然后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希望，因为学英语教育，你就很希望对，出国去看一看，要不然你的对。语言也没有用到。但是对，英美国家很贵，所以对，啊，英国、美国都比对较贵。嗯对，哦，我其实，在宁波工作了5年以后，然后又回上海总部嗯，工作了1年多，然后再来的德国。哎呀，所以是因为这无意中学费很便宜暴露了。才来的，是对，吗？那个时哦，候，到德国嗯来上学来了。嗯学习去对，德我就国学习。重新从工嗯作，然后转到了来继续深造，继为什续么是德学经国呢？济类的。为什么？德国嗯，便宜吗？学费好那不是说学像费便宜吗？特别，好我们问像不要学题好多。费吧？是不是？德国当我听，时是不收学费的，就是对，我也对，听说是这样。嗯，嗯现在但是有一部分，比如嗯说拜仁州，它就会对嗯，非欧盟国家的学生、外国学生要征收学费了。对。但是我们以前那个时候是都没有的，只有学杂费。所以当初是很辛苦，很辛苦啊，想说不用学费了，才选择德国。
对，但是实际上他要保证金。嗯那你是不是得重新开始学德语啊？以前你学的是英语啊。对嗯对，啊，重新学了德语，然后在上海嗯工作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学德语，哦，好厉害，周末好厉害。的时候。那已经那在有在学林林老师开始介绍他的德国生活之前，我想先问问两位大叔，你们提到德国，你们对德国的印象是什么？嗯，灿叔先说吧。为什么我嗯，先说呢？就是德国或者是德国人、德国文化有什么样啊的灿叔的见解最想法、独到，概念？对，对，来，啊，不要夸我，这是啊，到时候讲不好怎么办？对对对对，下不来台了。嗯其实德国就是中国人整体认为德国是很严谨的嘛，对对对，嗯就这个国家的人做东西都很精细，就是搞这样有点像日本人一样，这是我们嗯粗浅的认知啊。还有德语的话，大家会觉得不好听，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是不是啊？太就是很多长了是吧很不是不止长，它的嗯它的声音语法感觉像也很难一个个石头扔下去很有劲儿，啊，然后呢，它对很连音比重较少，对，没有那种嗯很嗯优美的感觉。但是呢，就哦我是觉得很奇怪，德国这个国家虽然感觉很严谨、很死板嗯，但是又出了很多大文豪、诗人，嗯还有很浪多漫的音乐家，你就贝多芬等等都是那里出来的。对，所以这音乐的是一个很故乡。对对啊，也音乐是一个的故乡感觉很奇怪的这么一个国家。我说实话，但之前对听理查老师说过，德国是很优美的，风景很优美。这其实我以前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德国这个地方很冷，然后对很无聊，嗯对对。哦，这是我的粗浅的印象，对德国的了解对不是特别啊深刻。想起来茶叔是有这个亲身经历的，对对对对上期有没有聊到？嗯，那贝叔嘞对，你笨叔对我德国有什么印象？对，我的最开始的印象是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嘛，我们是一对个这个国际学校，然后我们的专业就是来自全球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在一起读研究生，对然后在美国的学校就常常就是要小组合作，如果有一个大的作业的话，老师说你们自己组队，然后自己去完成这个作业，然后老师说完之后。就看见全班的同学都去找德国人，都要抓一个德国人到他们的小组。德国做学问最用心。对，啊对，因为我当时在迈阿密嘛，很多有很多中国学生，也有很多拉美学生，我们都比较喜欢搭顺风车那样的，所以啊如果招了一个德国学生在你的团队的话，就好多人可能不做作业，但是这个德国的同学也会把大家的作业都做得特别完美，真的就哦很严这样谨，然后很很严谨认真，对。嗯但是德国当时整体就我感觉这些印象就这样人比较德国这个整个国家比较实际，它不是对特别，实在对对，比较实际对实干，而且你看经济也是在欧洲应该是最好的吧对？我是最好的觉得是这样。对，对就是经济力最真的挺严谨，让做什么事情就很认真的去对做，但是也是很爱玩儿，很爱喝酒。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要是有什么聚会的话，我们都说去那个德国之家 （German House），其实就是3个德国人他们租了一个别墅，然后他们就把所有的学生、国际学生都邀请来聚会，真的很有意思就啊！就也很爱会玩 party 儿。的。对，哦学习很好，但是又知道怎么感觉是把大那种家聚在一起。班长的角色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咱们应该问一下玲玲老师，因为她在德国生活，她感受所以应该是最强烈的。对，尹老师，对我们的既定印象跟实际德国人是有没有差别？你觉得？差不多吧，反正我觉得德国人跟大家全球人对德国的印象都是这样。首先，德国制造非常的有名，对，对就是它的工艺机械类的机械工业的，还有一种工匠，包括手艺人，他会有一种工匠精神。对，对，确实是非常的钻研，至少是在10年以前，德国制造是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你当时有什确实是这样么文化冲突吗？因为你学了德语，然后来到德国，开始真的新的生活，初期能适应吗？吗？对啊，你刚去德国的时候，其实我最大的刚开始并不是文化上面的这种差异的是吗冲突，冲击是是吃是一方面。其实因为我以前是挣钱的，然后我上学了开始不挣钱了，啊，这是还非常贴钱心态的改变，经济问题了是吧？所以要不想着省一些，不能适应的一方面。你的意思但是是德国赚钱不容易吗？这是对大学生来讲，对我那在上学，如果你想完成学业，确实跟奔叔刚刚所说的，德国人他大学里面是严进紧出的，
松进紧出，应该是进去比较容易，对然后对出来的毕话是比较业比较难难的。毕业难，你需要100%的投入，如果你再去打工，那你的学业自然就拉长了。对对，对，对，哦那你当时是一个人吗？还是说有亲戚或者有其他的中国朋友？还是你成对，我家了当跟先时是有生一起？亲戚的。啊，这样，啊对，我其实选择德国也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我表哥当时是在德国，那我其实学习语言的时候是在他那里就是借住了，过渡了一段时间，过渡了3个月在不那还来梅。好，对，对，就是相对来说好很多。但是我3个月以后自己出来以后呢，那就是涉及到找房子的问题。我之前有在那个大叔中文下面都有留言，我当时是连房子都找不到，因为学生宿舍非常的紧张，你要提前很长时间，就是跟德国人的计划性也有关系，你需要至少提前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哦，要那么早去，啊？对，除非所以你很幸运。林老师，你说你那时候还在公园睡过是吧？然后公园没有，在大学公寓里面，啊，大学公寓里面啊，睡过，对，那还对，好，在还有大学公寓里面，因为没有房子，但是你要去找啊，我就是没有房子，然后就找他们的管理员说我没有地方住，然后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因为都是满的，所以就只能住在客厅里，因为我们有公共客厅啊，大学宿舍里面有公共客厅，会有沙发什么的。主要是这方面好辛苦还是比较对难的。好辛苦其实我觉得就是林老师这么辛苦，就是人在国外其实很容易孤单哈，对不对？对孤独，对对，这个时候特别可能需要找一个人陪伴等等。就是我们要切换到爱情的话题，这个这切入怎么点出来了？好自然啊我看你在埋伏的很好，然后突然你自己把你的林老师，你懂心思说出来灿叔的意思了啦？哦，灿叔的意思就是人在国外突然孤单有点冷，然后你就对，然后就找爱情了，对吧？对是否是如此？可能吧。其实我是比较喜欢交朋友的人，就是我，跟大家还是比较能玩得来的，也会有很多的朋友，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会有很多朋友。但是我跟我老公呢，其实是在我学习了一段语言以后，我要申请大学，我申请了我最向往的哥廷根大学。哥廷根。然后当天我就是去申请大学，他呢就是刚好在哥廷根毕业了，那个时候在找工作，学长，所以你正要进去读书的时候，他刚好毕业。对，他已经毕业出来，在找工作阶段。但是我们比较巧的是，那个时候因为机缘巧合，他就打个电话给我。那天我刚好就在哥廷根。其实德国虽然小，但是也有很多个城市。他通过家里面的关系啊，找到了，打电话就是说有朋友的女儿来德国，然后他就说打电话问候一下。结果当天我刚好在哥廷根申请大学，他再晚几分钟我就要走了。就是你老公其实也是，挺好，也是在哥廷根上大学。对，我觉得很普遍的情况。他是中国人吗？还是他是中国人吧？对吧？对，然后比较巧的就是我和他最后走到一起，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是安徽人，是安徽都是安徽人，老乡啊，老乡啊。对，我发现中国人我们这个圈子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比如有时候我爸就给我发一条信息说。哎，我的邻居的这个儿子女儿在你的城市，在马德里，你给他加一个微信。对，有倍感平时他都不理的。对，平时也跟我爸也不常说话，突然就发过来说，哎，我的邻居，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孩子在马德里，你见一下吧。对，这有。所以这个爱的连线之后，后续怎么走在一块呢？之后，因为他是不仅仅是安徽无为人，我们是同一个城市小村子，那个时候小县城啊。然后我们是同一所高中，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太巧了。最关键的是我们是同一年的。就是因为我工作很多年了，他已经读完大学了。对，因为你还有工作一段时间。那你见面的时候，年龄还是同样的了，同年的，年龄也一样的。哇，那太有缘分了，那太有缘。那你当时见他的时候是抱着一个多一个老乡可以照顾我的，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的心态，还是说抱着一个相亲的心态见他？还是已经对他有企图的状态？就是因为其实我因为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我不像刚来德国，他可能觉得无所适从。我因为觉得我工作很多年，我也认识很多朋友，
对但是他毕竟打电话了，而且他也在哥廷根，我想了解哥廷根大学的一些情况，哦，然后我们就见面了。没有因为初次见面大家印象都很不好，啊，是吗你？对他印象很不好，为什么？当然就是很普通啊，我以为没有是一见没有来钟情电的那种感觉，一就是他见钟情长得那种。他长得没有很好，很帅是吧？没有笨出是这个原因吗？没有，有的时候跟我一样胖嘟嘟的。哦，就是对应该这样讲，就是你跟你老公的初次见面，并没有来电的感觉，是对，吧？就是没有来电，没有一见钟情的但是就是一个感觉朋友，一个朋友，普通对，朋友。然后觉得很第一印象呢巧啊。然后我的好朋友都是他的同学，因为我们就是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大的县城嘛，就是是你在哪？大家都在安徽同一所哪个地方？无为。不是这个是安徽无为德国吧？无为啊，是无为山因为难怪我说对那天你女儿的一个短视频我看了，你说我们的啊老家是哪里？我想，哎，为什么我们？难道你老公也是那个地方出来的？因为我知道你在德国嘛，对我想对对，嗯那也太巧了，那太对巧了。特别巧。那所以后续后来就后续怎么来电呢？既然一开始觉得呀这个人大怎么叔的这个吃产生这个瓜魂又爱情的起来了火花？吃瓜吃瓜，快点！哎，因为特别就我们眼睛能突然就放大了都。对，因为很能聊得来。他觉得我可能也比较实在，然后我觉得他很幽默，当时我就觉得他很能聊，幽默是加很分项，幽默绝对绝对是加分所以幽默可以，幽谁比较默加分。主动？后来谁比较主动一些？啊。他跟我提的，啊。那女生还是矜持一些嘛，那是正常的。但是林颖老师，我有个八卦题，就是他对你有意思，他讲说我们可以交往吗？那你怎么表白那个时候的？对他有意思吗？那个时候，哎，我真的好像不记得了。我想想，好像没有觉得这个人很烦，因为我们很能聊得来。那如果我觉得他很烦，我就不会跟他聊很久就。你就一口对答应说好，我们交往，是这样吗？那我没有答应，然后他后悔了，他说：“哎呀，我昨天跟你说什么了？我我还没有喝醉了来得及回答。”啊，我们到时候又是爸妈又是在同一个县城，如果没聊好分手了，岂不是尴尬呢？太尴尴尬了，尬嘛？对对对啊，然后回家还会后来就是很自见面的然而然，啊，自然而然你的就在一起。们你们这样等于后续应该就是很自然的对交往。然后还有就结一个加婚分项，他做菜很是好吃啊。种菜啊，有做菜道理，做菜很好吃，对做菜对这个男人很重要会做菜很有这个魅力哦。加分，这个加分，这个对对对，俘获了我的胃，如果哦他给你开几瓶罐头，你就哇那再见就不要了。对，笨叔的血泪史。超扣分对，哦。男生会做饭很少见，我会做呀，你这什么叫很少见？我会做啊，看剧很少见。但是我也会做呀，笨叔也会做饭呀。对，我也会蒸饭呐。没有底气。你为什么卡了一下？我也会。哦，那林颖老师，所以你们后续彼此印象就好了，然后就另外他也虏获了你的胃，对不对？对那你们就结婚了。对，就在一起了，就结婚了。然后因为我当时在上学，当然德国是不存在，不像以前说你上学的时候不可以结婚啊，德国是很自由的。德国应该不会，那对，你可以已选择经工作了好结婚几年了，我觉得不存在这种问题吧。对，那就更不在，对我来说就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对。但是在德国，他们大学里面结婚啊，或者说是他们先在一起住不结婚，然后生小孩的也很正常。哦，对，德国人不结婚都多吧？就是这同居的话，就是结婚年龄普遍要晚一些。对，我觉得现在是欧洲的一个时尚吧，就是可能两个人在一起，孩子都有了，但是还是同意不结婚，保持对，觉得欧洲男女朋都是这样。友关系。我觉得中国以后可能也会这样嘛。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慢慢晚婚了，是个趋势。对，而且德国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如果你要离婚，如果你结婚了再离婚，你的代价是很大的。作为一个男生来讲，就是你需要付很多抚养费，对，赡养费。所以好多人选择离婚的代价很大，会破产的，就破产了，对不对？所以你老公也不敢，绝对不行。OK， 那林老师其实蛮有趣的点是，因为你已经在德国算落地生根了嘛，因为也生了孩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可以聊一些教育的问题好了哦，就是您现在有几个小孩，然后大概多大了？可不可以跟听众说一下？我有2个孩子。哦，你有2个孩子。我的
对，我的儿子现在对， 12岁了，嗯，到对， 12岁了，感觉时李英老师间过好透露了自快。己的年嗯纪啊。我怎么算呢？我生孩子算不来呀，很早啊12岁，我18岁生孩子了。啊，对对对对对。那还有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女儿7岁？7啊，岁。那女儿和我儿子差不多，小学一年啊，级，是吗？ 1年级，哎，玲玲老师，你那但是我时候生，一个孩子啊。嗯我就他就一一个孩子，个儿子，对嗯他独子儿，他有一他俩都没个独子孩子，咱们很好对，了我。们对，我们富有一些，我们很富有。哎，儿女玲玲老师，你双全那个时候生老大的时候，本来就计划要生老二嘛？没有计划要生老二。我生我老大的时候，并没有计划我要生老二，嗯就是过了4、5年以后，4年以后，嗯我才忽然觉得我要去生老二。最初的时候，因为女生她生孩子也算是一个鬼门关了，生完孩子肯定会想我不要再生了。对是尤其是我自己，我自己是独生子女，可能我会有潜意识里有想，我希望孩子不要太孤独。但是在那个当下，然后我又有学业，我那个时候学业还没有完成，忙着所以那个时候是对对对完全没有考虑的。那嗯，后来可能4、5年后发现老大比较孤单了，希望给他个伴嘛，才决定对，要我就觉生老二。得，我们在国外，尤其是我们在国外，我希对望他有手足之情，因为像我们其实很遗憾的，独生子女，然后童年是很孤单的，对对，就没有人和你陪伴，没有人和对你分享，对，这倒是。笨叔，你孤单不？童年没有人和你吵架，甚至没有人和你吵架。你孤单吗？笨叔一直点头，不孤单笨叔你就你很孤有单。学生，有我的学生们，我觉得所以你小时候挺好我没问你，这个人长大以后，小时候也不孤哦单，小时候我不是去寄宿学校嘛，就基本上在哪儿住的好多朋友。我其实觉得独生子女的话也习惯了，因为什么东西都可以独享呀，其实还好吧。对啊，就是你长大以后自己对在回顾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我小时候只有一个人，可孤单。当下不觉得，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啊，很多人对对都是独生子女。可能我记得我你的朋友小时候，也都是独我妈生子女问我说嗯：“你要不要给你来个妹妹？”我说：“不要。不要，所有的生怕都是我跟你分的，是吗？”对少了你的父母的爱，对，其实是肯定很重要会这样的，肯定会这样想。可以独享嘛？对对，但是我们会提前给孩子，就是说到教育方面，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当时我们准备要生老二的时候，就会跟老大做很多心理建设，对对，包括给他看很多绘本的故事，嗯告诉他多一个人不是跟你分享爸爸妈妈的爱，而是和你跟你一起分担很多的快乐。对，就是他会期待，然后他就会从根本他就很期待，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妹妹啊，但是他有一天晚上就会说，我梦到了什么什么，然后还要给妹妹起了名字，然后我去照 B 超，因为在德国是你3个月是可以让你知道孩子的性别的，性别对，是不大一样，跟国内不大一样。对对对，然后知道跟我一起的，我的儿子和老公跟我一起啊，我们去照 B 超，然后医生说是女孩儿，然后我儿子说你看吧，我就说是妹妹，是他很期待。那你妹妹出生的时候，她应该是5岁吧？你像是差5年吗？ 4岁， 4他们差岁4岁半，4岁半啊，对对对对对，那时候4岁的时候。说到教育的话，因为我有一个姑姑嘛，她住在美国西雅图，然后她的先生我姑父的话也是这个中国人，所以他们有3个孩子，然后我姑姑的话会一直就是在家里用英语跟孩子说话，然后我姑父会用中文跟他们说话。但是这3个孩子就是长大之后就是还是不愿意说中文，他们之间说英语。在学校也说英语，但是他们能听得懂，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说。那玲玲老师在你的家里，2个孩子是怎么样的问题吗？语言的部分，对语言这个应该怎么培养他们语言？对，有偏重哪个语言？对，就因为我自己做中文教育，所以我觉得中文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不管是从语言，还是你要保留住你中国的根，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个中国人，即便你即便你是加入了你在这里出生，但是你长的是黑头发、黄皮肤，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中国人。如果你连中文都不会，那我觉得首先你自己都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然后我和我的老公会达成共识，然后他们也不可以和长辈，然后我们的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也不能交流，
对对对对，嗯确实是。对，而且我们俩都是中国人嘛，所以我们在对家里是尽量，他如果跟我说德语，对，我跟他说，我妈妈德语不好，或者妈妈不会，完全嗯你跟我说中文，对，啊，你是这样因为我那这样们家里套路他吗？是一定要说中文。这样不会有这种身份的困惑吗？因为毕竟他们去学校的话，周围的孩子都是德国人，德语，跟他们说德语，回到家里，然后因为你可能会告诉他嗯，们根是中国的，这样的话，他们会不对，会产生困那惑，会其实问你一些问题？在我们家好像还可以，因为我就告诉嗯他爸爸妈妈是怎么来到德国的啊，我们以前的家是在中国，然后你们对只是在这里出生，对，对，你可能啊，你在这对里出生，你讲了一口流利的德语，那德语对其实是他的第一母语，因为在学嗯校里，德语相对来说对孩子来说其实还是简单的，哦，就是至少不对用写啊，就是说嗯听说方面它有些词不会很容易混淆啊，不像我们对中文有很多词它有嗯相近的意思，德语是对德国是很严谨的国家，它的语言也是嗯非常的严谨。对就是语法很严谨，然后每一个词都有它固定的意思。对，其实对我们知道一点就是，像笨叔也教过很多这个华裔的这个学生，很多学生他可能发音等等都挺好的，但他其实不会写字儿，写，对，他就是认字儿写字是他的都不会认。难点，对对对，就是玲玲老认字师认读。对有没有就是专门就批出一块时间出来，给孩子让孩子去练中文呢？除了说和听之外，写啊等等读之外，有没有专门做这么一个练习？对，这一点我要反省自己啊，就是说我花了很多时间给别的孩子，或者说给别人、给成人或者给其他的学生，就是在他们方面，在我儿子小时候，我有陪他，就是我还没有从事中文教育的时候，我今年已经是第8年的中文对外汉语教育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做中文老师的时候，其实有陪他去认字，这个是儿子对吧？去那女做各种儿应该已经儿子、女儿也会有，但是不能做到每天，没有专门辟出一块时间告诉他们。但是我会跟他们说，比如说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时候，我们是每天都给他读一本绘本的中文的绘本故事，我就告诉他，妈妈不会读德语，因为我读德语也不是很准，对不对？你要和母语学习者，一定要和母语者去学习这门语言。所以我是会读中文，跟他爸爸都会。对儿子来讲，这一点他很幸福。他至少在4、5岁之前都是每天都有中文故事的。对，所以林林老师，你没有虎妈教育，就是说，来这个字写100遍，然后我给你买这个临摹的本写，没有，我对他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只是说我会给你打开一扇门，所有的很多门，让你去不断的去尝试你的各种兴趣爱好，你都可以来告诉我这个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喜欢你就坚持，不喜欢我们就看看你为什么不喜欢它，你真的没有必要去坚持它，我就放弃。但是有一样是不可以的，就是中文。我说你可以跟我说其他都放弃，但是中文是你必须要学的。真的没有，你必须去中文学校。那我们虽然没有自己单独去教他们有一个暑假，我可能每天都会陪我儿子做中文练习。但是后期真的很忙，然后有工作，然后就会放松了对他们的中文，但是也会给他们一些绘本故事让他们自己读啊。对，然后中文学校没有断。这个林林老师，我发现有很多中国人到国外生活，然后成家立业之后生了孩子，那会发现他们的孩子会比较倾向于学习那个当地的语言，比如说到美国生活的话，他们倾向于喜欢学英语，然后中文太难了，小时候都不喜欢学。所以很多家长很多父母都会倾向于，好了，小孩你就学英文吧。那这个部分，林英老师，我想问的就是，你的小孩在这个年龄层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偏好？他倾向于喜欢德语，反而比较不喜欢中文，会不会这样子？会啊，真的啊，就是会有这样的阶段。我觉得这好像是很普遍的趋势，因为中文对孩子来说相对比较学习上比较不友善一点。对，就是尤其是认和读啊。对，因为如果说你最终其实是要认读的，最终的就是要阅读或者要交流，交流没有任何问题。
对，但是阅读和书写对他们来说，中文相对来说真的会难一些。你真的不要说，就是在国外的小孩，就算我儿子他们才上幼儿1年级，天哪，其实对他们而言，这个语文都挺难的，要认字儿，要写，都很难，一样的，要花费很多时间。中文相对对孩子学习比较不友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李英老师，我觉得这是很多在国外的父母亲的一个算困扰了。困惑。那你个人是怎么克服？我觉得真的很多国外的父母亲，中国父母亲都对这一块很困扰。你自己是怎么去克服这一块，让孩子相对比较喜欢中文一点？首先，我觉得要认同这个观点啊，就是说你要接受英语也好，德语也好，是他们的第一母语，你要接受这一点，因为他大部分接触的人都是这样的，他的环境可能跟你们不一样，对，他的环境决定了这个语言是他最愿意说出来的，脱口而出的语言。对，那至于你的母语，那是因为是我觉得是我们的根，是他的第二母语，是他应该掌握的东西，那是应该从点点滴滴，从你的文化去融入，就光认字也没有用，他甚至不知道春节是什么，那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你是要让他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你会让他看到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很棒的。我爸爸会跟他说呀，中国有哪些科技方面的很棒的地方啊，这几年的发展是怎么样的，让他会觉得啊，中国原来是很先进的，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很自豪的。对，还有这样的，然后妈妈每次比如说过中秋节，那我再忙一定要带他们做月饼。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孩子们去了解这个文化的精髓，然后反而慢慢去爱上这个中华的文化。对，你爱上中华的文化，你知道上海我带过我儿子去上海，其实最有用的就是带他们回国然后去感受一下，包括一些很多中文学校会有夏令营活动，那回来以后会是不一样的，让他知道每个城市的历史。对，让他去感受中国菜很好吃啊，对不对？家里人的菜很棒。说我们离家这么远啊，我们家里的家乡菜，比如说五味板呀，但是他们就可以描述出来。他们看着爸爸做，跟着爸爸一起做，然后我觉得很好吃。那个是留在你们在家里其实都是吃中餐的是吗？对，我们以中餐为主。对啊，林燕老师的老公这么会煮，所以对，那太棒了。他们已经被我们训练成了中国味。那太好，那很好。对，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林燕老师的说法，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你不是用强迫的方式，你第一点是先认同孩子们的处境，因为孩子跟父母亲不同，父母亲是中国来的，所以本来就是认为中国是自己的根，但是孩子们的处境不是。因为孩子们要去学校，要跟同学相处，他随时都是用的是当地的语言，所以如果你不认同，你用打骂的方式，孩子反而不能接受，他会逆反，他会抗拒。对，所以我觉得我挺好奇，就是德国的这个学校的教育和中国差别是不是很大这一点是比较大的。首先，他们的那个学年制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德国是从1年级到4年级。然后就进入了初中的选择，它就叫 gymnasium，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文理高中，但是实际上哪有5年级，相当于5年级你就进入高中的学习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它有文理高中啊，也有 AR 数了这种真叫职业高中吧，也相当于。但是你在5年级的时候就要进入这些学校，去选择这些学校，4年级要准备了呀。然后到5年级进入，一直到13又12。你的意思就是5年级开始就要选择是走这个相对文学化、文科类的，或者是职业类的，已经分流了吗？那倒没有，没有。那个只能说是你可以选择职业学校，就是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你以后当然也可以再进入文理高中，那你的路就是上大学的路。但是它会有一个阶段，这个呢相对来说不是很难。那文理高中可能它会到6、7年级会有一个跨度，你可能跟不上，所以很多德国的家长对这方面真的没有要求。你看我们可能是因为在村子里吧，那我儿子的班上一共有25个学生，他们那个年级2个班50多个学生，只有3个人上文理高中。选择了职业学校。那个时候那个职业学校的话，他可能在12年级的时候你就可以毕业，然后被一些大公司
就是招过去，或者一些公司招过去，你就可以挣钱了。那喜欢钻研学问的就走文理高中这条路。对，如果你学习特别好，然后你又通过了考试，然后你就可以升文理高中，然后进行。在德国这些学生反而不是多数很少，就是至少在我这边很少，可能大城市跟国内就差很多。国内的孩子几乎都希望孩子们走这种本科文理的这条路。对，因为只有一条路。其实中国现在政策不是也在分流嘛？要初中之后，对，他要加强这个职业这个高中啊，职业技校，对技校等等。对，但是父母亲都会期待孩子你给我读大学、读研究所，这几乎是中国父母的期待。但是我觉得德国父母反而就是比较让孩子们去做自己的选择，对不对？那其实中国现在也有个问题嘛，就是因为大家都上大学，出来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多工作，没有那么多匹配的工作。你要是能早点去定了一个方向去做出来，直接出来有一技傍身的话，就他能直接开始工作赚钱。就德国他们已经到那个阶段，中国其实还在前面犹豫彷徨的这个阶段。对，因为他们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在德国的蓝领，因为人少啊，他的人力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高，工资会比较高。他做手工艺活的，他的工资也很高，他能挣到钱，他很开心，有一技之长，对不对？但是在国内，那至少以前那么多年都是独木桥，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可是这几年可能职业教育有所提高。对，没那么快，但我觉得，对啊，短期内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里，这个还是觉得文凭越高越好。对，大部分是观念的问题了，观念有。所以林林老师，你会想让孩子自己决定他们要选职业技术这方面，还是对啊？因为林老师你是中国人，对啊，中国人的固有观念，哎呀，这个万般皆下品，你会要求他们一定要去拿一个文凭吗？更好的文凭，本科的文凭。我会告诉他，中国人，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很勤奋，至少大家都是这么，德国人至少认为中国人还是比较勤奋的，你又不比别人笨，对吧？实际上你在这里，你所接受的教育已经对你来说非常的好了，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玩。对，那如果我告诉你，我们的经验是我们觉得，如果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到大学里面，你不仅仅是你的学历会更高，你有认识更多优秀的人，让你自己变得更优秀，你可以选择。当时当然我从心底里面，我们是希望他读文理高中，这样期待，因为他成绩也很好。因为我儿子他是属于那种非常的，就是自己的自控能力比较强。他不需要你再给他压力了，因为他自己给他的压力已经足够了。真的，就是你应该去帮他释放压力，所以他已经知道要去怎么做了，他又不是很笨。如果说，那我为什么要走一个弯一点的道路？我可以要选择12年级再去进入文理高中，那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走这条路？我们就告诉他，其实他们老师是说，哎呀，那个上文理高中很累的，他们老师会这么说的。你们可以选择那个职业学校。对，他们老师会有倾向性。那我们的倾向性就是，我们觉得上大学，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倾向性还是需要对，其实大多数中国人而且我感觉，就玲玲老师和她老公应该之前学习都很好。你像玲玲老师之前上班上了那么多年，就断然的就决然的去德国重新开始，她有这个毅力和能力。这个不管是基因的方面，还是这个就是些言传身教啊，对孩子也都有很大影响的。我不是学霸，我是学渣。那也是，其实你有这个能力出去学习，我觉得很厉害。对。就是，但是我自己的可能学习的能力就是我很上进，我会要求自己应该再努力一点呀，再让生活变得好一点，多去接触一下外面的人和事。多去接触一些优秀的人和事，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路走得更宽一点。我会觉得出去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林老师这个2个孩子一男一女，个性上有没有差别很大？教育方式有没有很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听众他们在国外也自己生了孩子。对，那不只要面对外在的不同文化的冲击，还要面对不同孩子之间个性不同，然后这个磨合的问题。那你们在教育上，2个孩子照你所说的个性天差地远的，到底有什么差距？然后你用什么方法去克服这个问题？因为你们还有
德国文化的冲击啊，你是怎么克服，怎么教育？其实说到教育孩子，我觉得其实家长是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对，就算是你一个教育家，你也只是在理论上知道这些道理。当你真的接触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是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比如说我第一个 Max 就是我儿子，他出生的时候，我们是严格按照标准来做的。对，一定会有很多事前的规划，我要这样教育他，我要怎么样？对，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嘛，难道？对，就是书养的，他觉得比如说包括他吃饭喂奶，那什么时间都是定好了的。然后还有，其实很早以前，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前几年啊，德国的有个叫助产婆，她也会教你怎么去带孩子。那德国人其实很多人是说孩子要单独睡一个房间的，要培养他的独立性，对不对？那我儿子很早那个时候就是刚出生就自己一个床，可能在我的边上，可能3岁就把他放到自己的房间，我会陪着他一起到他睡着，他叫我可能会来我的房间，但是都是这样的。但是很多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包括我女儿出生以后，你再去对比，就没有按照这个养啊。女儿真的就是你想来妈妈这里就来妈妈这里，你坐在想在我床上睡就在我床上睡，没有那么多。因为她是女生吗？你们会觉得是性别的关系吗？还是因为有教育老大的经验过了，所以才慢慢有底气的？还是我觉得就觉得好像老二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就是这样了，用自己的经验了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我后来去想啊，包括我女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看我儿子的性格，他是很独立，但你会发现他缺乏安全感。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有双面性的。对，那包括现在的这些助产婆，她也不会让你的孩子那么早，她需要妈妈，她需要知道妈妈在旁边，她需要这种安全感。你会觉得她会比较敏感，也可能是天生的，但我觉得有一方面是这个原因。所以觉得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死板的，并不是说你要他怎样，他就会按照这个方向去走，而且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双面刃，有时候你要这样教育他，又产生另外一方面的状况。对，这个是，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把握住他是一个有爱的孩子，你告诉他这个最正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其他的就让他自己自由发展、茂盛的、自由的成长，其实是最好的。你2个孩子的个性上到底差别在哪里？你可以描述。差别就是比如说我的儿子，他会比较直，就是典型的德国人，是那种我定了一个规则。对啊，可能是一种偏见吧，有可能，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个人的想法或者说大多数人的这种感觉啊。对，就是说如果这个规则是这样的一个圈，他一定你不要出这个圈，你一定要在这个圈子里面，并且我希望我儿子是属于我希望别的人也按照这个圈来。对，然后可能我们中国人会觉得这个圈在这里，我是不是有一个外面一点点稍微扩展一下，有一个捷径可以走。但他们没有，但我儿子是属于比较直男的那种，我女儿是属于那种情商比较高的那种，智商比较对，然后我女儿就是那种老二，可能他会看，他知道你看父母的眼色，就是看比如说你批评哥哥啦或者怎么样了，他就会在心里面想我该怎么样，他就会这个状态。对，他们很会去察言观色，对，可能当然也是个性啊，但是大多数我们有交流啊，我们在这里的有老二的，或者说大家都会一起交流，大多数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老二会比较，但是对，可能是刻板印象吧，但是大多数德国人给我的感觉就像你描述的，像你儿子那样，就是如果有一个这个条框的话，大家都会按照这个条框来做，不会出圈。那你觉得是因为这个德国的教育吗？还是怎么样？还有您的孩子天生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对啊，是怎么形成的这样的？我觉得你看他首先他的语言就很严谨，对吧？他学习的语言就很严谨。然后其实在学校里面，老师是会有告诉你，你在进学校的第一天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老师会给大家讲规矩是吗？会。对，但是他们确实就没有想到，可能有的死板印象会觉得德国人就是比较死板，就是不会灵活的。但他们真的就是会，你让我这么做，我就应该这么做，这是我规章制度的，没有规章制度以外的东西。可是孩子的学校是华人学校还是就是当地的？就是当地的学校，就是当地的学校。他们其实还是比较有规矩的，包括很多人德国家庭里面家长讲话还是说一不二的。比如说你今天只能吃一个糖，那你就吃完饭以后什么时间就吃这个糖。所以德国的父母是喜欢那种快乐教育，还是说是稍微比较介于中国和这个和这个美国中间？我觉得他们还是快乐教育吧。也是快乐教育，对，就是他们不希望给孩子们太多的，就比如说在德国是没有学前教育，是禁止学前教育的。他们觉得如果你的孩子的大脑过早的被开发，是会影响他的，包括他的创造力，包括他接受东西，你把东西都填在他的脑子里了，这样是并不利于他的发展的。他大脑的发展不利于他的大脑发展。哇，这个想法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中国是所以学前赶快多学一点才艺什么的，越快。他们就觉得如果你学了，你到小学里就不听了呀，不会觉得这个很无聊了。对，就像我们这种情况也是，当时他们在小学的时候，不是中国已经这个有双减了嘛？已经是幼儿园的时候有双减这个政策出来了，大家会觉得整个环境是不是已经就相对会宽松一些？给孩子们不要学那么多，所以当时就是我儿子他们幼儿园的有些同学的父母已经给他们报了这个幼小衔接班，去学习一些拼音啊什么东西就学去了。我们就比较佛系一些讲算了就别学了。但是一到小学之后，其实会面临一个情况，因为学校不由你，其实学校整体还是比较紧张。他教的拼音的这个进度特别快，一天一课，就你必须记下来。然后后面课程的话，就是后面拼音教完之后，课程也是一天一课，一个全新的东西，还是都要背，还要写。所以很多孩子其实这个东西一到学校进去之后，发现突然自己跟不上了，就会有些信心会打压的特别夸张的，特别夸张。对，因为别人都弄呀，别人都在做，你不做，学前都学过了，所以这个。有时候中国教育是有时候由不得你，对不对？其实我还看过另外一个研究，就是男孩和女孩他这个生理发展不一样。男孩对女孩的话，可能比如说他上小学的时候或者幼儿园的时候，他已经很能听懂老师说话，我已经很能遵守老师说什么我就记什么。男孩一直很发散，所以这个时候男孩要和女孩是同年龄进小学的话，他一般情况比较吃亏，他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上还不够成熟。很多东西，男孩晚熟一点，男孩会晚熟一些。但是要是接受同样东西的话呢，这个时候女生表现比较好，男生比较差，他可能慢慢的自信心会被打击的很大。所以男生整体现在说男生被养残的几率比较大，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对，就会残废掉很多，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是这个接受这个环境同一个，对，他就没有自信心了，一直是这样，没有自信心了。对，就是很奇怪，所以我觉得德国这个教育其实还挺有意思，真的比较自由，比较好，比较为小孩子着想。林老师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跟你老公都是中国人嘛，那孩子铁定是黑头发黄皮肤，那他们在上学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同学会有一些不同的眼光或有色的眼光，我觉得或者受到排挤之类的，或者是他们孩子们上学回来会不会跟你分享？如果有这种状况，你觉得有没有？会不会？我的儿子，我要问他，就是我的儿子女儿都是这样的。你们一定会关心这个问题吗？他不会去主动说。那我会去旁敲侧击，就是会打探一下。对，也可以问老师吧，我觉得这个，老师至少可能在村子里会有这种的，就是因为他接触的人，他本身就是村子里的人。他本来就是像我们在上海、在北京、在国内也是一样的，对外地人的眼光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跟我肯定，其实所有的全球都是这样的。像我们接触的地方的人，越小地方的人，他就会越有这种想法。同意。对，因为他接触的东西不多，他的眼界不够宽，他的包容性不够强，
对，所以是肯定会有的。但是我会说，之前可能还好，我儿子他没有觉得哈。但是比如说在新冠期间，新冠期间的时候，我们特意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就是我们预料到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会告诉他啊，如果是别人出现这种情况，告诉你啊，新冠是从中国来的，你该怎么去回答？对，就是肯定。结果我儿子真的就是遇到了，那他就告诉他啊，他孩子肯定我会觉得会问，孩子问为什么呢？是因为家长这么说，否则他怎么会问呢？是因为你媒体这么说了。对。然后我儿子就跟他说，什么病毒永远都是细菌也好，病毒也好，那都是从大自然来的，怎么会从一个国家来？你怎么会把它？这是一种很愚昧的想法。他就跟他的朋友说了，怎么会是从中国来的？从大自然来的呀。然后他那个朋友就不再说了。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你要去预知这些东西，你要提前给他做一些准备，你肯定会遇到这种状况的呀。对，那我们的观点是，别人不来犯我，我就不去。当然，人不犯我不犯就去犯别人。对，人不犯我不犯，但是人若犯我，我必还之。对，就是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后来我觉得我儿子上了文理高中，他还是在我们这边文理高中嘛，他们的老师也是这样的，告诉他们，如果别人不来打你，你就不要去招惹别人。但是如果别人打你了，你还回去，那被打的那个人他是活该。他们老师会这样说，我觉得那跟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要告诉他，首先你有了足够的自信心，你有足够的民族自豪感，你会知道我只是皮肤跟你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皮肤不一样的皮肤，不一样的种族。那种族歧视在德国是犯法的。如果你要抓住这个证据，我觉得德国是德国相对是个种族歧视比较少的国家吧，因为我好像听说德国有很多外籍劳工，他们也是蛮能接纳的，比如说来自南亚的一些劳工。对，还有很多土耳其人。对，土耳其人特别多呀，我记得特别多。对，土耳其人，还有现在接受难民。对，所以我觉得德国感觉是一个比较能接纳外来民族的一个国家。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本身不像美国一样是移民国家，它不是非移民国家。你但凡是非移民国家，它还是包容性肯定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大。对，肯定会。对，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你是现在的德国人，真的纯种的德国人才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对，这尤其是像我在德国的北方待过，我在德国的南方也待过。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哈，我老公会跟我说啊，德国南方的人很热情，就是很热情，很能包容你。其实你过来了以后会发现，实际上还是北方的人，他的那种从心底里面，他的宽容度、接受度更大一些。更大。那我南方的人，他就小村子里面，他其实会有那种本地的经济或者排外感，但是会有一些排外的，只是小地方都这样吧，我觉得各个国家的小地方。对，然后但他表面上都会跟你客客气气的，但他心底里面并不一定是认同。但你现在是在南方是吗？德国的南方。对，我现在在南方，我现在有深刻的体会，尤其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所以会觉得虽然他跟你客客气气的，但是他并不一定从你内心认同你了。如果你想融入一个村子，你一定是那个村子非常积极的，然后各种活动、各种协会都去参加，都要参加，各种公益都会参加，然后把自己累死了，他们才可能。但是他们就把你看成是他们的一份子了，对不对？如果对，那是其实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国内在上海、在北京都是一样的，很多外来人口，他真心接受你了吗？并不一定。所以，那你周边有没有中国人呢？对啊，林林老师，你的社交圈是什么样的？对，我们说怎么说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跟中国人打交道，就是我虽然工作，但是我是 home office，我是在家办公，所以我等于说我还是比较远程办公，我可能只跟我的老板汇报工作，所以我是不大去接触德国的同事的。对，但你的村子有很多华人吗？村子里面就3家算是比较多了啊，但是我们波登湖地区呢，因为每个城市都比较小，所以华人就是比较分散。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中德协会，然后也有自己的中文学校。每个月就是每个村子其实它离得挺近的，是吗？对，每个村子近，然后华人就比较分散，但是也是。
但是那你们常常聚在一起。起大活动是吗？我们的活动好多，感觉每个月都有，每周都有，因为我们协会还是怎么说呢？不像在大城市，中国人特别多了，那个时候你就变得很冷漠了。对。然后我们相对来说更团结，凝聚力更好一点。对。对，会觉得遇到华人也是很难的，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嘛，对吧？对。然后会因为可能我们的包括跟我们在一起玩的这些人，跟我们的受教育程度啊，这种来德国的方式都很相似，然后孩子的年龄也差不多，然后协会呢会有各种徒步的群呀，会有那个体育群呀，跳舞的群呀，中文学校孩子们在上课了，爸爸妈妈们就是该打球的打球，该跳舞的跳舞，就是这样，对，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华人到了国外还是会找华人比较亲切，对，而且也蛮鼓励的啦，因为你毕竟到国外比较孤单嘛，然后有时候对国外的制度也不熟悉，如果能够找到这个组织，华人找组织，对，你不管休闲活动上或遇到什么难题，你都可以找到人帮你协助你。那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当然但我同意这个大小城市很团结。我觉得在马德里的话也是太多华人了，就反而人多了就没感觉了。对，人多了，我天天看到你，觉得不稀罕了。没有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对啊，你以前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两个自己省出来的老乡，都觉得哇好亲切。对吧？对啊，对，现在但全部都是，你就觉得啊，管他呢。对，鼎鼎老师，我有一个假设性问题哦，你2个小孩嘛，以后他们长大之后，比如说你老大要结婚了，那会不会想太远了？女生是吗？对，比如说他找到一个德国女生，跟找到一个中国女生，你会有想法或意见吗？还是就让他们自由恋爱？或者是你女儿如果带个男朋友来，是你会比较倾向她找华人的男朋友，还是找德国人的男朋友，还是觉得都没有关系？要老实回答。可能女儿我有想过，女儿我有想过，女儿要把儿子和女儿还不一样吗？差别待遇来了。不一样的标准。先讲儿子好了，儿子你比较不在意对吧？不是不在意，就是说可能女生我会教她从小要保护自己，但是对她选择哪国人，我觉得你至少要带给我看一下她的人品和她的国籍是不相关的。但是我们作为长辈看到的东西多了，可能至少能知道她人品是怎么样的，给一些自己的建议，但是不会因为她的肤色或者就觉得你们不应该再和德国人在一起，你只能和华人在一起，好像没有这样考虑过，我至少没有这样考虑过。当然你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啊，如果你的老公是外国人的话，或者你的女朋友是外国人的话，你们会有一些文化差异，你可以告诉他这些有可能是你面临的问题。对啊，你可不可以接受这种最坏的打算？如果你可以接受他最差的这个缺点，那你还是选择要和他在一起，那我们自然也是不会反对的。对，至少目前我是这样的。以后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以后可能我会真的遇到这件事情，可能鼎鼎老师，中国父母都希望孩子长大后跟自己一块住嘛，对吧？那我没有这样，不一定是你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没有这样，因为我自己已经这样了，我不能要求他们。像灿叔这是一个传统到不行的。我不是传统，我就希望他离近一点，不是说传统。对，灿叔甚至觉得儿子结婚了能够住在同一个小区附近怎么样？当然，其实是最好的了，我们都理想想。对，所以鼎鼎老师老实回答哦，因为我想听，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希望有相同处境的父母亲嘛。中国父母、华人父母，他的小孩遇到这个状况，那是不是有我们给他一些建议或我们的想法，是他们才会觉得哇很有意思。所以鼎鼎老师，如果你的儿子结婚了，那他要搬出去住了，你会不会说，其实家里还蛮大的啊，你们就住在家里吧？你会这样？那我不要他住在家里，我不要。真的吗？你反而肯定不要住在家里，那会有很多矛盾的。包括这个肯定会有。跟媳妇儿之间会有一些对，而且可能这一点我的想法是啊，虽然我有时候也会反思，比如说我们走得很远了，像我们是独生子女，我们的父母怎么办？你会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毕竟很快你就会面临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已经选择了这条路，有的时候你会想，是对父母我们可以离父母近一点，还是以后为了孩子的发展，其实是有一种矛盾的。
对对，尤其是你的父母身体好的时候还可以，你不会去想这些问题。但是有一天，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我们真的看到特别特别多。对对对对，哇，那就是他不能回去。对，那林老师，所以你的儿子跟媳妇儿如果要住在家里，你反而是给我出去，我不要。那我也不希望他们，因为我也不要，为什么要住住一起呢？你查出你就是可以住一个小区或离一个城市，不要住在一个房子，住一个房子。林老师是不要太远，对，不要太远。就是可能我的想法，我个人感觉，就像我自己走这么远一样哈，我其实并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在我身边，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应该可以寻找到自己想要。他如果想要在我身边，我当然也很欢迎他在我身边，对吧？那我以后我可以提出我的一些建议。那当然，他如果想要去见识更广的世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都一样的。女孩子更应该去接触更好的世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这么大，应该出去走一走。我也出来走一走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出去走一走。所以即便以后他们选择，至少在目前我这个年龄阶段哈，可能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他现在总是说，哎呀，你在这么远没有关系，对吧？我们还可以视频通话。但是我想着有一天他们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可能他的想法就改变了。对，是，对，这是不一样的。不好意思，灿叔一定很有同感的。真的，我就是觉得，就是自己当了父母之后，就特别这段掐掉，这个流眼泪了才没事，正常。你们没看到吗？这个灿叔肯定会剪进去，放到那个宣传片里。我会掐掉。其实我觉得正常，就自己以前不知道，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当了父母之后，真的会不一样。对，我现在真的那天和他们说过，就是现在看个电视剧，有些父母啊，特别是父母这些桥段的话，特别容易流眼泪，就是控制不住的，真的很正常。他们身体好的时候，你真的不觉得，他们自己也不觉得，他们觉得，你们在哪里都可以呀，你们自己开开心心就好。但是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人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希望孩子在身边，当然这是肯定的。对，所以现在说的再好，以后我也不知道会怎样。而且父母亲不要孩子担心，一般都会逞强，就是对他不告诉你啊，你不用担心我，你把自己家庭对他不会告诉你，都是这样的，对，尤其是华人的父母亲，铁定是这样的。对，其实我也希望自己老之后就是不要给孩子造成负担，但是一方面确实还是希望不要离孩子太远了，因为自己从小到大看着长大的话，我觉得会舍不得，主要是。每天都在家里，突然之间出去会很舍不得，真的会舍不得。对，但这一点德国人真的不一样。德国人是怎么样的？德国父母是怎么样？对，德国人就是包括带孩子啊、带孙子啊，肯定极少的人会给你说带孙子啊，你要跟他说啊，今天能不能接下孙子啊？不行啊，我要去哪里旅游啊？其实我觉得可能和他们从小这种让孩子自己一个人睡呀，或者是培养他的独立性，但是同时他的人情味啊，或者他这种亲情的这种。就会变淡，可能哈，没有像中国人就会有些，对，不像中国人这种。林林老师会害怕你的孩子受到这样德国的这种影响，然后怕你们感情会变淡吗？这种？那我觉得他真正生长在中国人的家庭，应该不会啊，应该不会。因为可是周边的人可能会说就是他。很独立啊，就不会就是没有讨论的时候不需要照顾父母啊，或者怎么样的。对，但其实当然我们其实我理解。李灿老师和林林老师有没有期待孩子未来要孝顺你们、照顾你们，对不对？那灿叔可以说一下。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笨叔可能说环境确实会影响。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这个状态，会影响他的行为方式，肯定的，这肯定会影响。但我觉得像林林老师说也是对的，就是他这样的家庭教育出来，孩子其实受父母的影响会更大，父母给予的支持，他就会相应父母怎么照顾自己，就相应怎么会回馈父母，这其中也不用太担心，取决于父母的抚养孩子的方式。对，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对，我觉得有一点倒是。我之前也老考虑，就是因为像林林老师和她老公还是中国人嘛，虽然生活在他算是旅居德国的中国人，你现在已经成为德国人了吗？我没有啊，对，还是中国人，对。但是孩子他虽然你不断的想努力让他其实保留中国的根等等，他可能慢慢就不自觉的
离中国肯定还是会越来越远的，控制不住的。对，其实我现在想，就是我孩子，我是从我们浙江一个小地方出来的，我语言其实我自己平常就不说了，我孩子也不会说这个语言，他其实一年到头难得回。他和那个地方的这个连接慢慢肯定是越来越淡的，没办法的。像你孩子很少回去，虽然说你们会灌输一些东西啊等等，但不自觉的慢慢，他在心里头，他对德国这个认同感可能是最强的嘛，对不对？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环境所在。对，是，我们就尽量保留住这方面。尽量保留。李云老师，你跟你老公打算就在德国旅居一辈子吗？你们的打算？怎么说呢？其实看他的工作，他其实之前在疫情之前，他也希望外派回中国，至少在父母需要我们照顾的这几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国内陪伴一下他们，然后我们可以再回来这里。因为不管怎么样，觉得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至少他没有那么累，至少我们是这么觉得的哈，不像那么累。我们希望他开开心心的成长，我们希望他有一个很开心的童年，就是很轻松的童年，回忆起来就说啊，我都不是只在学习，我们希望他有这样的童年，所以我们觉得在德国当然是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更好。其实李宁老师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刚好处在三明治的对，中间上有老父老母，对，下有孩子要抚养，所以我们这一代的精神身体的压力都不少，所以尤其李宁老师又旅居国外，那个压力又加上了文化的冲击，你既想保留自己国家根的文化部分，但是你又希望孩子能够尽情的去接受接纳国外的这个文化的精髓，所以这个真的不容易。所以李宁老师，你帮我们做个结论好不好？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听众也是像这种三明治的世代啊，上有老父老母要担忧，下有孩子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下希望能够保留文化各自的精髓，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怎么做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怎么做会比较让自己放心一点？我觉得确实像理查老师说的哈，我们就是处在这种压力时代，中年的困惑都会有这样的，真的特强。对，尤其是对，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最好的是希望我们既可以赡养父母，又可以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但有时候在这个不能，那就要平衡自己，要想到怎么样是可以做到最完美的，就是希望能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父母也过得生活的好一点。总是过年过节，即便您身在国外，不要忘了打个电话，就是多视频。就是他们如果有事情的时候，就是想方设法都要回去，就是这样。但是孩子他们毕竟长大了，我们其实父母是越来越变得像孩子一样依赖我们，但是孩子是越来越成长，要远离我们，我们也需要接受。其实陪伴我们这一生最长的是自己的伴侣，对，就是我们平衡好这样的一种关系。有的时候真的你不能做到完美，要接受这种，自己也接受这种不完美，就可以了，让自己轻松一点，让家里面人放心，他们也轻松一点。该去照顾他们的时候，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照顾他们，对，让他们放心，然后让孩子们茁壮成长。就是你给他打开，像我刚刚说的，你打开所有的门，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的路，你只要把握他的那个根是在的，他的根是好的就可以了。说的其实很简单，其实做起来每个人都是跟着孩子的成长一起去学习的。对，我们也在成长，对不对？对，是的，我们也在成长，也在不断的反思自己曾经的教育方式是怎样的，或者今天有没有说一些不好的话，这都是很难避免的。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我们不去想，尽量就去做得更好就可以了，不愧对自己，就对，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就可以。没错，其实我们这种压力很大的世代要照顾老父老母，又要照顾孩子，其实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照顾好，我觉得。对，这是最重要的。对，只能照顾好了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真的，如果你连自己都打理不好，你怎么去照顾别人？
所以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我跟我儿子也是说他很操心，我说真的你把你自己做好就可以了，对，然后你才有剩下来的多余的能力去管别人，没错，这是很重要的。对，照顾好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把老公照顾好，你的胃才会被照顾好。不是她老公照顾她吗？吗？她老公照顾她。我觉得应该是玲玲老师照顾老公吧。老公照顾她的胃，她照彼此啦，彼此对，照顾。就是要相互。其实我觉得真的在国内的，在国外这些夫妻啊，真的是有的时候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你也不可以跟家人说，他们也是帮不到你的，你只能自己消化。然后可能在我们国外就是更容易，不管发生了多少矛盾，你还是始终能坚持在一起。那也其实是因为远离父母的原因啊。如果在国内，真的可能早就离了好多腿了，早就回娘家了。在国外真的夫妻之间彼此是彼此的依靠，毕竟在国外真的是孤立无援嘛，离家乡又远，所以更需要彼此的支持。对，因为不就是相对来说，不像在国内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就是会远离很多家庭方面的大家庭方面的纷争，就是你两个人处理好就好了。我觉得李明老师给我们一些就是旅居国外的父母亲一些很好的建议。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也是跟李明老师一样的处境，在国外有教育孩子的问题，也有生活上的一些状况或文化的冲击，你可以留言分享出来，分享让我们知道一些你在国外遇到的文化冲击还有教养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茶叔把我的收尾抢跑了。真的吗？哎呀，真抱歉，那下次就让你结尾。好吧，那我们跟大家再见。好，那今天也谢谢我们的重磅嘉宾玲玲老师，谢谢，非常棒的分享。我发现了，真的我们开头不齐，结尾也不齐，结尾要抢，不齐就是我们的特色。好不容易说再见了，茶叔，我又多了结尾了。对。好，那今天就聊到这。谢谢三位大叔，聊得很开心，老师，我们下次再聊了，再见，下次再聊，拜拜，拜拜。